日本唯一保存咗戰後唔係好耐市集風貌嘅地方，只係有大阪市中心鶴橋。商店街呢個名呃咗好多人，其實呢一度係一個懷舊嘅迷宮。小店嘅外觀點樣都唔算得上係典雅，上蓋亦都十分之簡陋，仲以為呢度係東南亞某個小城嘅街市。最深日本金就係金色城市物語系列，介紹嘅係出名燒肉同埋泡菜嘅韓式商店街，亦都係喺多次嘗試跟隨時代作再開發，但全部都失敗而終嘅古董市集迷城。由戰後黑市演化而成呢一個罕有嘅古老小店群，氣氛與心齋橋同埋梅田完全相反。有鮮魚、韓式熟食、毛巾、過咗時嘅時裝，仲有蠟燭專門店。連接大阪同埋三重伊勢海邊嘅近畿日本鐵道，原來到咗2020年，有一班好離奇嘅鮮魚列車，以呢一個市場作為目的地。點樣可以錯過鶴橋商店街嘅趣怪故事呢？環狀線嚟大阪7個站嘅鶴橋，好似一個錯誤時空嘅異世界。喺整個日本裏邊，只有呢一度保存咗二戰幾年之後嘅面貌。雖然講呢度係商店街，但係同一般燈火通明、又長又直嘅正當款式商店街完全唔同。諗一諗，以迷城嚟形容最為貼切。近700間商店集中喺 JR 同埋近鐵火車站嘅東南邊，喺呢度傳來一陣燒肉嘅香味。相信冇日本人係唔識呢個地方。不如先由近鐵火車站出口逛一逛呢個迷城。一行出火車站就嚟到呢條小巷，呢度已經係商店街嘅一部分。左右兩邊開滿晒非一般嘅熟食店，睇睇佢哋賣咩？有泡菜，而且仲有10幾款。又有薄餅、刺枝咪，雖然好簡單，但係勁好食。每次去燒肉店都會落 order。又搵到紫菜卷 Kimba。大部分第一次嚟嘅遊客都會經過呢條長幾十米、充滿韓國特色嘅小巷，會有錯覺以為呢度係好似東京新大久保咁樣，係一個韓國人區。以面積同埋韓國出生人數嚟講，鶴橋算得上係日本之最。不過成條商店街亦都有唔少日本嘅風貌。最大嘅特色就係由戰後典型黑市蛻變為衛生環境較佳嘅商店街。但係喺初型形成咗之後，時間就好似停頓咗咁樣。70年內呢一度冇大嘅變化。喺之後嘅章節會詳細介紹呢個地方點解保留咗戰後唔係幾耐嘅樣貌，先嚟解決開滿韓式店鋪嘅疑問。一提起呢個地方，日本人就會聯想到燒肉同埋泡菜。去超級市場應該唔難揾到以鶴橋為招牌嘅泡菜、燒肉同埋泡菜，令人聯想到韓國。冇錯，呢個地方的確住咗唔少韓國出生嘅居民。喺區裏邊近13萬嘅居民裏邊，韓國人佔咗2萬幾人。商店街裏邊店主有唔少都係定居喺日本嘅韓國人。呢一度嘅地名亦都同朝鮮人有密切關係。早喺4世紀嘅仁德天皇時代，朝鮮南部嘅百濟同大和朝廷交流，唔少百濟人嚟到日本生活，落地生根。仁德天皇在位嗰陣時，首都就係喺蘭波一帶，即係大阪城附近。朝鮮人嚟到大阪嗰陣時，就定居喺生野區，即係而家鶴橋以南嘅地方。一大片土地亦都稱為豬治野，即係養殖豬隻嘅平野。可見朝鮮人將養豬同埋食豬嘅文化帶嚟日本。佢哋亦都喺以東嘅平野村起咗條橋，將築橋技術引入日本。呢一條橋聚集咗野鶴，所以呢一帶就稱為鶴橋。4世紀嘅朝鮮人同日本人過咗1000幾年生活，已經難以互相區分。到咗20世紀初，日本統治韓國，有船班軍代丸來往濟州同埋大阪，啱啱就遇上大阪時代。大阪發展迅速，需要大量嘅勞動力，而嚟自濟州嘅韓國人為咗揾食，嚟到1000年之前已經住咗祖先嘅生野區鶴橋定居。戰後南韓政府打壓濟州，促進咗濟州居民回流翻嚟呢度揾工作。韓國人努力維生，喺呢個熟悉之地買咗黑市鋪位做生意，直到而家。另外，大阪環狀線下一個站稻谷站旁邊，更有類似中華街嘅韓國人街，極具特色，有機會再作介紹。
鶴橋商店街發展實在太過複雜，而且文字記載好難揾到。戰後過咗70幾年，好多故事已經失傳。商店街重複合併同埋改名，而家主要分為6個商店街。冇旅遊書會用正式嘅名稱嚟介紹店鋪嘅位置。簡單嚟講，呢一度就係大規模版本有上蓋嘅上野亞美橫丁。一般人只會知道呢一度係出名燒肉同埋泡菜，係一個具有韓國特色嘅市集。我今次選擇介紹呢一個地方，就係體證咗呢一度係日本唯一保存咗1940年至到1950年戰後原始風景嘅溫暖迷城。想睇具日本特色嘅一面，就建議嚟呢個地方。而且喺下一次大地震嚟嗰陣時，呢一度好可能遭夷為平地，永遠成為歷史。鶴橋火車站以東有一條貫通南北嘅大馬路，名為疏開道路。疏開喺以往城市影片裏邊都有介紹過，上野亞美橫丁特輯度比較詳細。疏開係二戰嗰陣時日本政府嘅政策，疏散居民而減少被美軍空襲嗰陣時嘅損失。疏散呢個字比較溫和，其實係強迫搬遷。鶴橋嘅構造好似一個迷宮咁，原因就係呢個疏開政策。大阪市喺1944年2月至到終戰為止，總共進行咗5次疏開，其中4次鶴橋都遭列入名單裏邊。範圍包括以火車站、玉造根、千日前通，仲有疏開通道為邊界嘅長方形住宅區。呢一個範圍正正就係而家嘅鶴橋商店街。估唔到二戰嘅歷史會以呢個形式流傳到70年後2020年代嘅今日。去地圖上揾超班老字號黎明食堂。附近一條極窄貫通東西嘅小巷，再去現場睇一睇，真係闊大概1米左右。我喺現場都唔夠膽入去睇，如果中意冒險嘅觀眾，不妨入去逛一逛，仲可以去黎明食堂感受一下昭和初期嘅地道氣氛。黎明食堂位於有180間店鋪嘅鶴橋商店街振興聯會，店鋪半數都係定居日本嘅韓國人經營，主要係賣衫。邊睇睇呢度嘅店鋪，邊個講疏開當時嘅情況？小巷其實係疏開政策嗰陣時嘅分界線，因疏開有一部分變咗做空地，後來又起新屋，造成咗奇怪嘅小巷。而第一次疏開擴張咗東邊南北馬路，日後啲人就稱呢條馬路為疏開道路。以近鐵路軌交界嘅一段鮮魚市場西面至到對面馬路，就係擴張咗嘅馬路闊度。而以南馬路同馬路中間起滿咗南北狹長嘅商店，呢一度亦都係昔日疏開之後居民霸地重新生活嘅痕跡。住喺疏開政策指定範圍裏邊嘅居民喺期間之前必定要搬走，留低嘅房屋都會遭夷平，有陣時仲會出動坦克車嚟操刀。原來嘅居民只好白白睇住自己嘅家園遭拆毀，拎住政府少少嘅賠償，另外找落腳地喺陌生嘅地方重新開始生活。日本投降之後，國內一片混亂，居民都喺呢個亂世揾機會維生，遭疏開嘅地方成為一片空地，正正就係非法擺賣嘅優良地段。物資經過鐵道由鄉村運到嚟，露天非法擺賣漸漸形成黑市。喺配給制度之下，高價售賣受管制嘅食物同埋日用品。露天店店主賺咗錢之後，霸地方興建簡陋嘅商店，全國各地火車站旁邊都出現呢個現象。鶴橋亦都唔例外，由黑市演變成為今日嘅商店街。而家談黑市形成歷史嘅文章裏面，唔少都會描寫為遭空襲而成為焦土之地，喺上面就形成黑市。例如東京大空襲重災區嘅新宿，就係由焦土重生嘅黑市。不過涉谷、新橋、池袋、上野等等嘅黑市，都係起喺疏開地區之上。有機會翻查各大城市嘅地圖，或者可以揾到昔日疏開地區嘅痕跡。出咗 JR 鶴橋站之後，已經揾唔到屬於2022年代嘅店鋪，先揾到一間壽司鋪，再行一段路，又揾到一間大眾酒場源氏。
經過高城書店之後，會睇到柱上貼住幾幅相，其中一幅寫住學橋國際商店。呢一張相應該係二戰之後唔係幾耐拍嘅。張相裏邊嘅地方遭疏開之後變成一片空地，喺不知不覺間繁華起嚟。中途嘅故事又係點嘅呢？戰時喺環狀線下一個站桃谷居住嘅宮代純，佢講述中學時代當時嘅情況。日本喺8月14號宣布投降，9月2號正式簽署降服文書。只係過咗1個月，全國各地車站旁邊聚集咗大量民眾，好比夏季喺河邊等放煙花嘅場面咁樣。估計呢一張相喺近鐵火車站月台上面拍嘅，可以清楚睇到學橋逼爆咗人。張相左上方可以揾到通過千日前通嘅路面電車，右面嘅民居剛剛就係疏開範圍之外，所以冇遭到夷平。右下角仲可以揾到一塊小農田。張相嘅位置應該係上一章提及嘅黎明食堂同埋附近諾威拿咖啡嘅11班通一帶。商店街裏邊以班嚟分組，各班有班長負責管理。呢一度帶有濃厚戰時嘅風味。喺1945年10月20號拍攝嘅呢一張相裏邊，未能清楚可以睇到，不過應該周圍有唔少地攤擺賣蒸麵包同埋蒸芋頭，仲有用麵粉作為團子。宮代喺呢個黑市裏邊以30yen買咗排朱古力，相傳係嚟自美軍。學橋嘅情況同上野亞美橫丁完全相同，仲有人由附近嘅橡膠工場韓國人老闆購入煙草，用字典嘅紙自製香煙，以10支10yen出售。非法賣煙嗰位仁兄嘅袋裏邊塞滿晒一張又一張嘅10yen紙幣。最初嘅黑市都係地攤形式，到咗年尾就出現咗簡陋嘅木屋同埋鐵皮屋，漸漸聚集咗專以擺賣為生嘅生意人。喺物資受政府管制嘅時期，根本唔知道黑市店鋪喺邊度入貨。初期黑市主要係擺賣熟食，又有蔬菜又有鮮魚。學橋有國鐵同埋近鐵2個火車站，通往奈良同埋三重伊勢。估計農家同埋漁夫偷偷將收穫賣俾城市嘅黑市店主，雙方從中獲利。喺管制之下，正式份量嘅配給根本唔夠飽肚。當時新聞都有報道餓死嘅人數，例如大阪市警察公布8月有60人，9月有67人，10月有69人，每個月都有人餓死，估計實際數字會更加多。傳媒以餓死呢個字做頭條同埋做標題，喺戰後冇幾耐嘅氣氛之下，餓死漸漸被列為禁字，要改用營養失調呢個字。去睇以戰後為背景嘅日劇同埋動漫嗰陣時，當一聽到營養失調，其實即係代表餓死。靠政府嘅話，只好空肚過日子，就算黑市係違法，啲人都唔理得咁多，拎出僅有嘅金錢買一個麵包或者蒸芋頭。今日食唔飽就唔使講聽日。違法嘅黑市，最初日本政府都冇乜特別理會，但係佔領美軍 GHQ 就冇放過。好似秋葉原特輯裏面介紹咁樣，美軍下令喺1946年8月1號要封鎖所有黑市，一網打盡。諷刺嘅係喺前一日嘅7月31號有關門大平賣，情況就好似封關之前嘅原宿竹下通。去學橋就應有盡有，好多人都會用呢一句形容呢個地方。再邊睇睇而家嘅商店街，邊講因戰後受管制嗰陣時，去黑市可以揾到本來應該揾唔到嘅食物同埋生活必需品嘅情況。1946年8月黑市遭掃蕩之後，非法黑店又再出現，冇辦法根除。其實之前嘅3月，政府已經採取新措施，將疏開咗嘅地方交還俾原來嘅居民。戰後冇幾耐，法律同埋規則唔能夠有效控制市民嘅行動，黑店趁機會已經霸咗地做生意，數目過百。原本嘅居民翻嚟話要收地，但係手無寸鐵，警察亦都未完全恢復機能，佢哋根本唔夠黑店店主鬥。而家幾個商店街團體裏邊，學生會早喺同年嘅4月成立，即係疏開地交還令實施之後1個月，可以推測霸地開黑店嘅店主洞悉咗局勢，合力趁早落地生根，喺完全弱肉強食嘅時勢鞏固地位。
比較遲成立嘅批發市場，即係卸賣市場，亦都係1948年成立。喺心齋橋特輯有提過嘅船場，呢個地方長年係布匹同埋成衣嘅批發中心。二戰遭空襲而失去咗功能，而空襲中幸免嘅學橋承擔咗部分批發功能。商店街裏面揾到唔少成衣時裝店，引證咗70年前當時大阪從戰爭之後恢復過嚟嘅過程。黑店店主霸地做生意，仲成立團體，不過佢哋唔係全部都係惡霸。其實有部分個案係團體負責處理用地糾紛，原本嘅居民要嚟收地嘅話，團體就會協助成員向居民買翻個地皮。當然，已經霸咗地嘅黑店立場佔優，地皮買賣價格點樣去定，相信唔難想象。除咗大阪市裏邊，堺市、泉州、奈良、和歌山等地都有人嚟學橋採購，大約去到1970年代左右為止。呢個商店街主要以批發同埋食店採購等等大量購買嘅客人為主。喺1950年代，商店都唔會以只需少量嘅主婦為客人。不過為咗節省生活費，主婦們組隊團購解決問題。呢個文化亦都引領學橋發展成為今日嘅運作模式，亦都理解團購並非2000年代出現嘅文化。可能係因為疫情，或者係對抗唔住時代嘅變化。近鐵喺2020年3月13日廢除咗鮮魚列車。呢一架列車車頭嘅目的地牌上面真係寫上鮮魚2個字。由三重縣伊勢灣上岸嘅鮮魚，以火車喺早上由宇治山田站運到學橋站。鮮魚列車面世之前，商人各自孭住鮮魚當作行李搭火車，但遭到其他乘客嘅投訴。1963年，專用鮮魚列車開始服務，全盛期有200個登記會員乘搭。57年嚟，為大阪提供新鮮海鮮。大阪市中心嘅壽司店同埋居酒屋都係靠學橋嘅新鮮海產嚟提供美食俾客人。1950年代，以西日本為首開始改建商店街，目的就係為咗對抗漸漸抬頭嘅超級市場。商店街為咗改善環境，陸續興建上蓋。之前介紹過嘅天神橋根商店街創先河，跟住就係心齋橋根商店街，然之後就輪到學橋商店街。學橋喺歷史上比較特別，商店都比較簡陋，上蓋就揀咗用木做。而家去呢度行街，都會發覺天花同其他商店街唔同，誤以為走咗入時光隧道，但係錯有錯着，呢度保存咗1940年代嘅店鋪，仲有1950年代嘅上蓋，簡直係一個活生生嘅博物館。唯一例外嘅係東小橋南商店街，由茶葉鋪至到千日前通入口，大概50米左右一段比較新式藤式嘅上蓋，俾人感覺非常之唐突。二戰後混沌時代形成嘅黑店區，為戰後嘅人帶嚟基本上物質嘅滿足。當時從來冇人會介意商店嘅裝潢，亦都唔會太在意衛生，更冇要求商店街嘅防地震結構。經過70幾年嘅光陰，基本生活必須嘅食品同埋衣服，對以豐衣足食嘅現代人嚟講，到處隨手可得，冇理由必定要再去學橋。去學橋應有盡有呢一句，亦都成為老人家嘅集體回憶。相比貨源齊全、價格便宜嘅新式超級市場，舊式商店街已經完全失去競爭力，根本冇主婦會專登去衛生環境同埋貨品種類比下去嘅商店街度買餸。商店街嘅店主其實最清楚呢一點，佢哋曾多次計劃重建，但係都係失敗而終。全日本各個商店街都遇上相同嘅問題，只有少數全國性同埋世界性著名旅遊區裏邊嘅商店街為例外。以大阪為例，有南部地區嘅心齋橋根商店街，仲有全日本最長嘅天神橋根商店街。學橋喺大阪嘅知名度算係最 top 嘅幾位，僅次於以上兩個地方。以韓國美食為招牌，假日吸引關西甚至全國嘅少女女士們蜂擁。不過單靠假日客源，當然冇辦法經營落去。平日附近居民嘅支持不可或缺。所有店主最唔想發生嘅事，不幸成為咗事實。離學橋站步行10分鐘嘅位置，於1995年大型連鎖式超級市場 Life 金利店開張，
吸引咗每日買餸嘅主婦們，佢哋漸漸減少去商店街購物嘅次數，論衛生、論價格都係超級市場優勝。除咗蔬菜同埋鮮魚店之外，居酒屋同埋壽司店、燒肉店亦都大受打擊。2002年，道路交通法被修改，醉酒駕駛被嚴懲，因為賣酒係主要收入源，商店街裏邊嘅店鋪當然受影響。附近一帶嘅店鋪都係喺學橋嘅魚店入貨，食店生意走下坡，魚店就受牽連。噩夢仲未完結。2001年9月，日本國內爆發牛海綿狀腦病，即係瘋牛症 （BSE），聚集以牛肉為主要商品嘅燒肉店無一幸免，客源大減。日本政府採取措施，屠房必須將牛嘅頭部，除咗脷同埋頰肉之外嘅部分，同埋脊椎等等含異常蛋白質嘅部分銷毀，亦都一時全面禁止入口牛肉。仲記得當時專賣牛檔嘅吉野家被迫推出豬檔，打破多年嚟嘅傳統。學橋嘅燒肉店只好忍耐，等 BSE 風波平息之後，客人對牛肉恢復信心。商店街營運團體同埋店主正喺猶豫將來發展嗰陣時，種種噩夢衝擊咗呢個地方。佢哋已經錯過咗求變嘅機會，捱過咗困境，但元氣大傷。已經嚴重老化嘅平房式店鋪，就好似啟動咗嘅計時炸彈咁樣，隨時到達時限而發生大爆炸。早喺1970年，學橋商店街振興聯會已經有再重建計劃，但係中途夭折。同時期，縣小學橋商店街同埋學橋西商店街亦都有重建計劃。不過喺重建工程嗰陣時，要另準備暫時營業嘅店鋪，需要收購鄰近土地，最終因為條件不合而未能實現。呢個情況同上野亞美橫丁有啲相似。其實管理公司同埋各個商店都理解營商環境有不足之處，要趁早解決，大家朝住相同嘅方向，但未能喺處境惡化之前先下對策。天災喺冇任何警報之下突然來臨。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肆虐，鏟平咗神戶同埋大阪一帶木造一層高建築為主嘅學橋商店街，損傷仍未算嚴重，而且仲有一個奇蹟。已經落成咗37年嘅學橋鮮魚市場竟然冇倒塌。呢一個市場一直令管理公司同埋店主們煩惱。本來地震一嚟嘅話應該撐唔住，原來啱啱1年之前建築物進行咗為期6個月嘅修葺工程，逃過咗大難。地震之後嘅2000年，近鐵亦都計劃喺火車站旁邊南北各興建20層高嘅大廈，以車站上蓋通道作連接。呢個大規模開發項目亦都消失得無影無蹤。踏入2020年，鮮魚市場再度成為傳媒嘅焦點。管理公司因為建築物老化問題，構造內震指標低於標準嘅0.6，只有0.3。喺震度6嘅地震發生嗰陣時，預計會完全倒塌。防災指引建議重建，而唔係做防震工程。而家已經過咗搬遷期限，34間店鋪裏邊，只有半數關門大吉，留低嘅店主都強烈表示，為咗客人唔能夠暫時休業或者搬遷。管理公司當初已經提議提供補貼，俾店鋪另揾地方喺完工程之前暫時營業，但係冇店主接受。想變但變唔到嘅局面，由1970年代起不斷重複，50年嚟都揾唔到出路，只係盼望必定會發生嘅南海海溝大地震嚟臨嗰陣時，客人同埋店主都可以逃離一劫。